娘，这地方阴气好重啊！我总觉得那棺材里有东西在看我。现在知道怕了，下手毒死他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怕？婉婉，你记住，在这个府里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这是什么？好邪性！西门钉。玄度大师说过，只要将这钉子钉入棺木，不管这棺中人怨气多重，都会魂飞魄散。娘，要是爹他们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季娇娇，我要你永世不得超生！哪来这么大风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啊，起猛了。啊，等等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我穿越了？不要，娘，他诈尸了！来人，快来人！来人，季娇娇被鬼子害人了！还愣着干嘛？你们快上啊！怎么回事？侯爷，那尸体他……娇娇，想不到我一代玄门巨擘，丹道符箓样样精通，想要出柜不在话下，居然被接天神雷劈到异世来了，真是丢脸！还穿到这不知什么人的身子。6岁那年，姨娘送了一碗汤，喝完，娘再没醒过来。16岁，她母女日日灌我镇毒。娇娇，病还没好，怎么能乱动呢？姐姐，该喝药了。我不喝。只有你死了，我才是侯府唯一的掌上明珠。若是有神怜，求您降下天惩，杀了这对蛇蝎母女。我活了几千年，什么事没见过，但这么苦的命，放心，你这身子我占了，你这仇我接了。他应该死透了才对，怎么会？如今你的仇人正在此处，老祖我今日便替天行道。不是，我的混元珠呢？没了它，我还怎么回去？啊！我的宝，你怎么变成了歪瓜裂枣？哼，就算老祖我没了混元珠，也轮不到你这种凡人放肆。妖术，还会妖术！老子还没死呢！你们竟敢动我的宝贝女儿，都不想活了！侯爷，他会妖术，他根本就是个妖怪。也许是太医诊断有误，娇娇根本没死。哼，若非你害死娇娇，又怎会招来我这个妖怪？你胡说！娇娇，你说什么？冤枉啊！侯爷，救救我呀！娇娇入府便卧床不起，短短1月就病重惨死，我早就觉得蹊跷。不平无据，侯爷您怎能疑我？哼，这不就是证据吗？以白虎为化，青丝缠绕于棺材，可致魂体不得往生。再以此阴钉封棺，致其魂飞魄散。
难怪娇娇自从回来就整日呕血。李梦，好多的心肠。这钉子是我捡的，也没藏坏。凡是邪术，一旦被破，施术者就会遭到反噬。瞧，这不就试出来了？你娇娇，你这个祸害！大师都说了，你会害死我女儿。侯爷，我这是为侯府出害。放肆！娇娇的生死何时能由你来定？说，是哪个恶贼教你的邪术？我偏不说。我死了，你们继父的人一个也别想好过。这邪术反噬，他报应的不止你一个，他会从你身边亲近的人开始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大师说过，这法术没有副作用的。用这种邪术的人，你也会信？娘，我的头好疼啊！完了，不要我的女儿！我都说，几年前我偶然在街上遇到一位玄都大师，是他教我，这样才能保住我们母女在继父的地位。我娘的死也是你谋划的吧？这一切婉婉都不知情，求你救救婉婉！李氏，你好歹毒的心！来人，把李梦拖下去杖毙！爹，您看在娘为侯府操劳10多年的份上，饶了他了。你还有脸求情？你也是我的女儿，就这般是非不分。娇娇真有个什么，让我以何颜面对娇娇和她娘亲的在天之灵？侯爷，人已经断气了。唉，混元珠丢了，本来还能靠你探寻的，没想到你也破损成这样啊！这是李梦的怨气，看来他已经断气了。命宫晦暗，死气缠身，大仙就在今夜，看来你和你娘背后那位高人该现身了。玄都大师，求您帮我杀了季娇娇，与我母亲报仇。去吧。奇怪，季婉婉的踪迹变弱了。别急，我知道她在附近。好重的煞气，我们先过去看看，正好能多吸收点煞气，修复你。我便猜到您近2日禁咒会发作，不让您来您偏不听，还好及时备了药浴，否则查了月余的官员暴毙案，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怎能放过？属下带人来不也是？你们不是幕后之人的对手，只会枉送性命。出去候着吧。是。煞气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，看来是幕后人为了掩盖季婉婉的踪迹，故布迷阵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正好能更快修复我的。宝贝，放肆！好好一个美人凶什么？本想给你算一卦的。等等，这么多怨气，他不会就是教李梦邪术的人吧？看了不该看的，就想走？怎么，想让我对你负责啊？那你让我再摸摸。啊！你命盘尊滚，却紫气断拳，原来也是邪术的受害者。你实在……开玩笑的，别馋了，能开采早就采来给你修复了，还是个小处男，这么注重清白。你面线古怪，天克地冲，为之歉意，本仙姑就把这个送给你了。一张符纸怎么没湿？此人莫名闯入，莫不是那幕后之人派来的？你还想要多少？哪怕上道观解个卦也得付卦钱，
原来是个不安分的小道姑。别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色诱我。姑苏，哪来恬不知耻的？算卦银1000两，你这样找我算卦啊？让我看看小道姑有几分能耐。嘿嘿，公子，你紫微命带7杀运，是有人要害你才布下大局。若你能躲过灾劫，好可惜啊，这么多煞气却无法吸收。等他死了，请自重。切，不信算了。小道姑金口玉言，我若要你解局呢？若你能躲过灾祸，我自愿意帮你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你可知我家主子是？让他走。还是你好。你流氓，就这么走了？难道真是误闯？主子，他摆明了是个骗子。少侠，我观你印堂发黑，岁运并临，小心祸从口出，有血光之灾。我会有血光之灾？这简直胡说！这臭丫头是乌鸦嘴巴，我什么都没说呀！不是，你们快退开！不知死活！小心！阿锦当真能耐不俗。仙姑，好样的，让这破怪物灰飞烟灭！救命啊！主子，救我！继父小姐，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杀我？你还没那个本事！唉，又浪费我一张符。哎，我能动了！可不是，没想到你对自家护卫都能豁出命去保护，人品不赖嘛。还真是继父千金啊！仙姑，你杀了季侯爷的女儿，不如投靠我家主子吧，否则只怕他不会饶你。我杀的是妖物，他被召唤出的邪物吞噬了。走了。与那些官员死时身上残留的符纸倒是相似，看来幕后都是一人所为。季婉婉这个废物，人没杀掉，连他的脸也没毁掉。哼，看来只能我亲自出手了。主子，京兆府密报，兵部李侍郎昨夜于书房暴毙。第4个了。是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转换了方向去查，果然京中有不少失踪的平民少女。可曾找到踪迹？只寻到一具尸首，这是验尸时找到的，与4位大人身上发现的符文一致。精通此道，又能画出这等东西，哼，不正是那位误闯进我药狱的侯府五小姐吗？可是主子，她那日不是还救了咱们吗？我何时说疑她了？她既有此能耐，也许能助我们查出幕后之人，也未可知。那是什么？薛英不愧是京城第一美人，总觉着每见一次都比往日要美上3分。这话倒是不错，只不过你看呢？这便是武安侯府那位五小姐吧？
竟生得这般清艳绝尘。如今见了季武小姐，这第一美人的名头怕是要易主喽。那可未必，难道你忘了，之前也不乏有比薛小姐生得美的，但最后毁容的毁容，生胎记的生胎记，都越长越丑了。那是谁？薛尚书的女儿薛英，花容月貌，堪称京城第一美人。说我算的不错，她幼时脸上应该有大片胎记，五官也错位，难入眼吧？真是神了，确实如此。不过女大18变也正常。人脸有骨相、皮相、气相，骨相天地，皮相可修。啥意思啊？气相连着魂魄，薛英的脸沾着别人的命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哪儿来的阿猫阿狗？吃了狗胆，居然敢冒犯本小姐！你别找死！哼，真是奇怪，这可是武安侯为武小姐举办的宴会，居然什么穷酸乞丐都能进。哼，你不知道，她就是武侯武小姐。怎么可能？她穿得这么寒酸，初入京城，过不惯穿金戴银的日子也是有的。等我毁了你，看你怎么跟我争抢第一美人的名号，怎么勾引欲望。呸！这京城都传开了，某人刚回来就克死了自己的妹妹和姨娘，可怜的婉婉。既然这位小姐这么想念他，不如我让你们见个面。你要干什么？贱人死了，缠着我做什么？是薛英平日虐待使唤你，又不是我。哼，真是塑料姐妹花呀！季娇娇，你给我等着！薛小姐还有话要说。没想到季小姐还会道术，我对此道颇为喜爱，不知可否指点一二？行啊。季小姐，听闻你很会算卦，不如先给我算算。算什么？姻缘。薛小姐印堂悬针，无婚无子，颊下面赤如火，则短寿多夭，八字有劫，天干被拆，地支被冲，乃死劫。她居然能算出我以前脸颊上有疤痕。怎么了？说得好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说的人。季小姐，你走近些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他要害我，且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既然你先下手，只休怪我。怎么可能？薛小姐，再不怕死也不要这么想不开啊！哎呀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母亲，是他，是季娇娇害我落水的。你是什么蛇蝎心肠？我女儿要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好看。小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武安侯，我们母女应你家之约来赴宴，你家就是这样待客的？哼，薛夫人，刚才花坊摇晃，水花四起，众人皆瞧见了。我家娇娇不过一小女子，如何有这等能耐？你家女儿会妖术，满京城的人都说她不祥，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残货呀！薛夫人，我皆看在尚书大人以及众位宾客的份上，给你3分薄面，我可不会。你们季家欺负我一个妇人算什么本事？我要告诉我家老爷，告到宫里，告到皇家去。玉王殿下到。该死，玉王殿下这个时候怎么来了？殿，咱家与玉王从无来往，他怎会突然来此？不知。
唉，我也想吸收他的煞气修复你们，可是他身上被下了禁制，碰不了啊。参见玉王殿下。起吧，不必多礼。王爷，姐姐就想害死我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王爷面前休得放肆！王爷，我家小妹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与薛小姐更是无冤无仇，怎会害人？多年来，嫉妒我美貌的女子还少吗？可有人证？王爷，花坊上不止小女一人，看见花坊摇晃，使得薛小姐跌落入水的，也不止我季家人。是啊，王爷，您随便探问几人，便能得知。这宴会是你季家举办，这里的人自然会为你们说话。那薛夫人倒是说说，我如何能让花坊无风自动，将人甩出船？不好，险些忘了，换来的皮不能遇水，你给我等着！女儿，你……诸位继续游玩吧，不必拘束。本王此来是为季武小姐。这人不会看上咱家娇娇了吧？他不会是找我算那晚的账吧？别急啊，云儿，娘帮你把玄度大师请来了啊！大师，求您救救我，我这张脸不能毁啊！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，只要让我恢复美貌。贫道说过，每次预知换皮后半个月内都不可碰水。求您了，再帮我一回。是啊，大师，求您救救我女儿啊！罢了，都是劫数。说要救你，需要立即找到一个妙龄少女。哼，这不就有个现成的？这是何意？就算我上次轻薄了你，不也救了你？扯平了吧？小道姑竟如此自信，可知此符纸乃是季婉婉尸体上寻得。哦，那又如何？仙姑，您误会了，实在是京中命案频发，不少女子莫名失踪，其中留下尸首的几人与您妹妹死状相似。然后呢？难道您不想为您妹妹报仇吗？哦，搞了半天，是想让我帮你们查出幕后黑手，对吧？总归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霍元珠回去，找到京中施展邪术的人，也能利用他们的怨气修复我的炉子。这是你的法器？对啊，走吧，先去找尸体。主子，这……哼，跟上。主子，这里的雾怎么不似寻常？月亮也是。原来在这儿。我的娘，这是啥呀？切口流畅，皮是一次性被剥下，可见凶手残忍狠毒。顾苏，保护好你家王爷。这个危难关头，他居然手上挡在我面前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沾了生人血，下辈子可别想投胎了。主子小心！冥顽不灵。仙姑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不是有意的。是啊，仙姑，我们是身被藏匿封印，受制于人，听命行事，否则姐妹们会身先绝灭的。听何人的命，行什么事？妖道拿我们为血营炼玉指换皮术。什么换皮术？有女子纤纤皮肉，施展换皮邪术，可永葆青春貌美。否则她怎么会在短短几年内大变模样？求仙姑搭救！
你们放心，我此来是为助你们破除诅咒，报仇雪恨。不知誉王殿下可喜欢我这样的？我女儿貌美，凭什么不喜？能得你倾心，是她几世修来的福气。啊！尚书夫人好大的口气啊！哼！誉王亲自登门，莫不是来求娶我的？季娇娇，谁准你踏进我薛府的？自然是本王啊！王爷，她是妖女！您明知我们与季家昨日发生了矛盾，又带季小姐来做什么？找尸体！你胡说什么？来人，把季家这个臭丫头给我扔出去！麻烦，少用法术，免得京城中人人传你妖女。他说的不错，我倒是无碍，只怕会坏了侯府声誉。我看谁敢动！你既然真的听信季娇娇的话，觉得我练了邪术害人，薛小姐若问心无愧，不若让我检查一下。季娇娇，我定要让老爷将你们侯府告到圣上面前。夫人若是想，大可让尚书大人将本王一并告了。姑苏，闯门！不必，王爷若想看，我怎会拒绝？只是倘若没有，我要季娇娇向我跪下道歉。好啊。尸体被他处理掉。季小姐，你说的尸体在哪儿呢？婴儿，我看这个季娇娇啊，就是嫉妒你的美貌，才如此诬陷于你。看在王爷的面子，只要你履行承诺，我就不计较了。看来我还得多谢你的宽宏大量了，毕竟我将来可是要做王妃的人。季娇娇，你疯了吗？你这香艳泼妇，谁准你这么对我女儿？还真不嫌恶心。你确定这还是你女儿吗？别看我！薛英为了美貌，指使妖道杀害15、16岁的妙龄女子，割下她们的皮肤，取之封面。猜猜他是杀了多少人，才养出这张京城第一的脸蛋？荒谬！一定是你在茶水里下毒害我女儿！季娇娇，你毁了我完美的脸，我要剥了你的皮，重新做一张更美的。我才是最美的。这薛英真是个疯子。童静啊童静，谁才是京城第一美人？我不要看，这不是我。他疯了。我的宝贝炉子，好不容易修好了一点，可不能再让你伤怒。主子小心！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你自己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你就这么关心我？废话，你要是出事了，体内怨煞之气暴走。仙姑，没想到你对我家主子竟如此情深意重。王爷，你为什么眼里只有季娇娇？难道是她比我美，还是我杀的人不够多？对，我还不够美，我杀的人还不够多。冥顽不灵！薛英，找死！要不是有妖道这张符，你早就被惨死的灵体啃食殆尽。还给我！薛英，血债血偿的时候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我的小魂符呢？找到了。季小姐，我求求你救救婴儿吧！妖道是我找的，人是我杀的，你也怪就怪我。母亲，我不需要他救。你想多了吧？我是要你说出其余被你残害女子的藏尸地。我死也不说。求你救救他吧，我们也是受了妖道蛊惑呀。既然这样，不如你就劝劝他吧。孽障，你还要讲到何时啊？我说，就藏在京城郊外20里地的磐石老树下。我坦白了，你可以救他了吧？当日种下恶因，如今便是他自食恶果，我无法左右。他有什么错？他只是想变美而已啊！女
岁双无美貌，孰得立足？莫非也是身不由己啊？这些话，薛夫人留着与那成堆的白骨说吧。母亲，你怎能出卖我？傻孩子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娘会为你找个好大夫治你的。我不要这么丑陋的活着！我做了鬼，也会找你偿命。薛英恶贯影自刎无上果，定会魂堕阿比，受18般磨练。主子，您不会要去京郊吧？京郊外尸骨众多，他一个人只怕应付不来。可是您身负诅咒，不可出京。啰嗦。他的法器这是在吸收怨气。别急，马上。仙姑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想看吗？算了算了。如果修复的速度是要以众多亡魂为代价，我倒情愿慢一些。谢谢。仙姑，让我捡这些做什么？超度。他竟然还会送魂转生之术，这季小姐还真是神力非凡，说不定她可以解您身上的诅咒。你们可认得玄度是何处人士？小道姑要为这些灵体报仇。散毒术，锁魂害命，天道不收，我季皎皎必诛之。饶命啊！小僧只是路过。誉王在此，还不从实招来？誉王饶命啊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只是替玄度大师之命来此守镇，若有人破绽，即刻去禀报。你小心，这身体都被怨气腌入味了吧？居然能炼化暗气。他来了。宫中的东西。你就是玄度？贫道法号玄度，现任内廷大供房。是本人就好，免得我杀错。人呢？小道姑玄术高妙，难道瞧不出来这是分身术？那咋了？我明天再去探寻他的老巢。走吧，先回去。你们不走吗？舍不得我，那不如随本王回府。真是无聊。糟糕，境地咒发作了。娇娇，还不快向公主行礼？若没有公主，只怕你今日都要下大狱了。为何？娇娇，昨日你和薛小姐强誉王，将她气死了事都传遍了。幸得公主安抚薛尚书，才压下此事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和薛英抢谢宴？小女在乡野长大，刚被寻回，礼数不周全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当然，五小姐钟灵毓秀，难怪皇叔喜欢。你在说什么鬼？别怕，我和皇叔感情很好。此番前来也是受他所托，送你一件礼物。这镯子是当年土蕃进贡的，经高僧开光，能辟邪安神。皇叔特意让我送来。这只怕不好吧？你若不收，我如何向他交差呢？若是要还，也得你亲自还才好。公主和王爷一片好意，娇娇可别推辞了啊！如此，我便能交差了。有怨气，但不多，确实像是谢宴的东西。可快说说，什么时候背着哥哥和与我好上了？居然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！万岁，归墟上。
不错啊，都能炼丹了。看来很快就能全部修好了。爹，四哥，别怕，吃下去，过一会儿你们的眼睛就好了。方才发生了何事啊？不好，娇娇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破军移位，贪狼逆行，家里的风水被人动了手脚。娇娇，你何时会看风水了？好歹亲人一场，在我找回混元珠回去之前，不会让你们出事。这是什么？有人借用阴地怨气，要断我们满门运数，这就是锁魂钉。什么锁魂钉？我竟不知。今日可有谁来过府上？灵石寺的辉光方丈来过家中，再无旁人了。难道是我们与他无冤无仇啊？爹，你拿着，危急时刻可保你与四哥一命。娇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自然是除掉那些心怀不轨之人。怎么小道姑也来拜菩萨？不怕你的三清祖师罚你？我怕你短命，来跟你求长生。那还要多谢姬武小姐记挂了。你的法器修好了？还差些呢。王爷，不过一日不见，你这怨气更深，莫不是偷偷干什么坏事去了？听闻今日袁家公主去侯府找你，怎么了？想查看自己的杰作？是袁家干的。看他这反应，果然不是他。没事，他还伤不了我，不瞎扯了。我是来做正事的。这里果然不同寻常。死路，障眼法而已。竟然是个密室。这寺庙当真是暗藏玄机。这些只怕都是做些阴邪之物的材料。驱邪散幻，万象归真。嚯！李侍郎，这几人马上就被炼化完成了。不得了了，这里的妖僧居然还会控尸术。这些东西太过诡异，你若是害怕可以躲。是他们该怕我才对。这都不死，哼，有意思。怎么，被本仙子的实力折服了？不知小道姑师从哪门哪派？谢某甘拜下风。无门无派，自学成才也。太上设令，超辱亡魂，脱离苦厄，往生极乐。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方才你超度时阵法破裂，启动了这间密室的自毁模式。走吧，此处很快就会有人来。你观察还挺细致的，不过你确定这能出去吗？不就这一条路吗？你查的案子真相已了，我送你出去吧。为何？这里很危险啊。我是指为何次次涉险时，你都挡在我面前，救我护我？当然是为了我的炉子啊，还能为什么？因为王爷您身份贵重。扯谎！哼！哎，真的，您可是誉王殿下。好重的血腥味。精气还未干，
这是什么？人油，人死后尸化时分泌出的油脂。什么？这么长时间，居然还未备齐108个罗汉佛像。莫急，吸收的怨魂尚不足，如何铸成诸多佛陀金身？近日多地都有苦行僧失踪的报案，难道活人驯兽，佛陀坠魔？这个疯子！冤魂不足，那就多杀点儿。那边可催得紧了。想跑？能为我佛现身，是尔等今生修来的福报，为什么要逃呢？跟他啰嗦什么？既然不耐烦找死，那就成全他。有老鼠混进来了。还愁怨魂不够，立刻就有送上门来的。此人满身烽烟，竟接隶属东岐秘书。要论吸收怨气，你还得认姑奶奶我当祖师呢。叶火，怎么可能？林瑶，我当时没瞧出你竟还有这种能耐啊！不能让这女娃活着出去，否则我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我还想收她为弟子呢。你这个圣国人疯了吧？小丫头竟能穿过贫僧的迷障来到这里，可愿意拜贫僧为师啊？这丫头的能耐可比你想象的要大。你这不要脸滥杀无辜的妖僧也配？贫僧是为佛祖修筑肉身，赐予这些僧侣塑身成佛的福气。这福气给你要不了，不如我也赐你俩一起为佛祖献身的机会。要不是圣国有禁止，我无法使用权力，非要把你这嚣张的丫头撕了不可。孽障！那你就留下来做养分吧。啊？怎么全不见了？杀了他们！原本是惨死慧光手中的冤魂，如今反而成了他的傀儡。躲好了，我保护你。没用的，他们不是凡人肉身，普通刀剑砍不死。用这个，还居然会武功，身法还这么漂亮。西天法驾在此，岂容你们挑衅？天威其中，人鹤翅，官将立边，驱除幽厉，杀！不可能！你怎么能破我的阵法？就你这种邪魔外道，我打10个都不在话下。不好，他们怎么动了？慧光原本就是用阵法操控他们的，如今阵法已破。慧光大师，自食恶果的时候到喽。这两人深不可测，我绝不能被活捉在这儿。切不可让大计泄露。
该死的东岐婆娘，跑得真快！他说的居然是东岐羽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以我血肉魂魄为祭，诸天佛陀，听我号令！我要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！不，这可是我用命换出的阵法。如何，慧光大师，还要与我斗法吗？我到底何处得罪了你，竟招来你这祸害？你为收集怨气，四处用邪术残害人命，我便是替天行道。脏了我的剑。你受伤了？没事。没事，你怎么会脉象这么紊乱？我记得你体内有封印，不该如此啊。你什么时候又成大夫了？还会把脉？不好意思，本小姐风水五行占卜命理就没有不会的。等等，你不会是被本小姐的神力折服，爱上我了吧？滚！奇怪，这么多怨气，按理说早该修复好了呀。方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趁他现在还有个正常的尸体，早点收尸吧。是你杀了方丈，方丈向来慈悲为怀，你这个蛇蝎女！哎呀，你们想杀人灭口不成？袁家公主到。公主来的正好，她要是知道方丈死了，一定饶不了你。来的正好，上次手镯的事情还没找他算账呢。本公主今夜还等着方丈讲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公主殿下，他杀了方丈，还真是命大，居然当真没死。姬武小姐，慧光方丈为什么会死？他用苦行僧炼制邪法，又献祭自己召唤邪阵，死了不是很正常？竟敢凌迟4里行凶，拿下他！袁家好大的排场，这是要拿下谁呢？慧光这老贼，我杀的。公主您听，他们都承认了，这是死罪。哎，你觉得他会给你面子吗？你猜？下了你的公言！皇叔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参见玉王殿下。完了，他居然是玉王殿下。查案。怎么，人家也有兴趣？不过近来确实听闻京中面频繁，不曾想凶手竟然藏在佛门重地。冒犯玉王，别说慧光，就算皇叔把整个寺庙的和尚凌迟了也不为过。王爷，月前方丈便说为百姓祈福，将此界化为禁地，我等再无涉足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，绝不是他的帮凶啊！本王向滥杀无辜、早劫人命之人，那不像。此间不许动，本王会让人来处理。此案既与你们无关，便不必害怕。这么着急引我走，是怕我找你侄女算账？袁家店中搜查出的。有那个玄度的气息，难道他们也有勾结？聪明，这背后仍有谜团，袁家或是一个突破口。不用我帮你找幕后黑手了。上次本王观你与那玄度交锋，瞧出小道姑你道行尚浅，还是先回去精进一下为妙。随便你吧，旁的我不管，他们若再对侯府动手，就休怪我下死手了。
皇叔莫不是瞧上了这位姬家小姐？听闻前不久，皇叔为了她，甚至破了从不出京的规矩。人家很好奇。当然不，侄女只是担心皇叔。人家是皇上最宠爱的公主，你被她记恨上，咱们在京中还有立足之地吗？他勾结妖僧到处害人，要不是谢言说他还有用，我早就杀了他。你怎么还和誉王有牵扯？恰巧遇到而已。誉王可是个铁面杀神，最善行军布阵，大圣能有如今太平，有他一半功劳，因此他在京中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惹了他，姬小姐，王爷发病了，还请您救救他。什么？是我给他的符纸。让我看看小道姑有几分能耐。公子啊，你紫薇命带七杀月，是有人要害你才布下大局。若你能躲过灾劫，难道当日算出的灾祸必应在今日？怎会如此？那妖僧的血居然能激起他体内的怨煞之气！滚开！金童，唉，这么多白花花的怨气，就这么浪费了。刚才没看错的话，他居然有金童，这可不是凡夫俗子会有的。我得好好检查检查。做什么？你想干嘛？想什么？看看我的神通有没有显灵而已。漂亮，但没有半点金色，莫非我看走眼了？你太放肆了！哼，这就过河拆桥了。若没有我，你想活着走出灵石寺都难。本王的玉佩呢？护山玉为王爷挡了灾劫。这是母妃留给本王的遗物。唉，若非事出突然，我一定会保下这块玉。他居然对我用情至深至此。你这么看我做什么？当日你应承说我能躲过灾祸，便愿助我解决。此言可还作数？这是定金。当然作数了。脱衣服。什么？当然要先把妖僧的血擦了，不然脏兮兮的，你不碍眼？你还挺挑剔。你不避让，又不是我脱。你果然与寻常女子不同。等等，你这些伤势自小就有。天道清明，地道安宁，人道虚静。我知你命途大改，却一直参不透你的命盘，如今看来是遭人封印了。你说本王背后的伤是封印？你可还记得是谁造成的？毫无印象。这些伤是道家法器所致，究竟是什么人，竟不惜逆天也要锁死你一介凡人的福祸生死？护身玉碎了，以后这就是你的护身符，一定要贴身藏着。若遇到邪物或是异动，就来侯府找我。这是我的炉子炼出的弹药，下次你精疲力竭不能自控时，就可以服用。我的娇娇，你怎么不等哥哥就来了呢？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能有什么危险？我看这位誉王殿下就很是危险。你这臭丫头反应还真快！哪里来的邪修？还不快从我四哥身上滚下来！我才没那么傻，要是没有这个凡人做掩体，我能伤得了你吗？你敢伤我四哥，我让你灰飞烟灭！回来，这样四哥的肉身也会烧焦的。哈哈哈哈！算你识趣，放心，只要你们乖乖去死，这个凡人自然不会有事。
谢爷，你还敢反抗？你竟还敢妄动术法，不怕冤屈反噬吗？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啊，那更留你不得了。哼，我死了，他也会死。这凡人于他而言是亲人，于我来说不过蝼蚁。你敢杀我，我就跟他同归于尽。那小女娃想也不会放过你。那不妨试试看。救救哥哥！这样非但不能逼他出来，还会伤了四哥。你们若是不想他死，就……他出来了。杀了你们！怎么这么大动静？难道主子……这什么玩意儿？居然是这么恶心的玩意儿！千面噬魂骨，这什么？蛊虫吗？这是一种东岐邪术，是以数万条人命为祭炼成的邪蛊。主子，仙姑，我来保护你们。这怎么还是活的？管你什么东西，只要是就不怕逼不出来。灵光破障，血符引路，去！还好，还有气息。姑苏，主子，把季公子送去诊治，若有必要，也可进宫请太医。拜托你照顾我四哥了。你去哪儿？追踪跑掉的蛊虫。不仅如此，还有背后操纵蛊虫之人，不管是谁，我必斩之。这么快就被打回来了，真是不中用。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来了也好，我一并除掉，也免再生枝节。让开！主子，如果您是要跟他一同出城的话，属下不能让。你再说一遍。主子，您上次出了一次京城受到的反噬，您忘了吗？我绝不能让您再拿自己身子冒险。你放心，这次有他在，我不会出事的。我何时竟信任他到可将生死托付的程度？主子，季小姐法术通天，那您还跟去做什么呢？属下誓言，主子若真担心季小姐，那就让属下去吧。属下定一命护季小姐安全。姑苏，你为何如此敬重本王？因为您是我的主子。若我每次遇到危险都躲在你们身后，畏首畏尾，瞻前顾后，你还会像今日一般坚定追随我吗？我……朕。季小姐好身手，贫僧等候多时了。果然是你。季小姐可知，那只千面噬魂蛊虫可是我耗费10年才炼出的，就这么被你毁了，你该拿什么赔呢？赔？不如我送你去陪那畜生作伴得了。什么鬼玩意儿？收着点儿，否则伤的是你自己。他们在动我经脉，这是我的力量，怎么会？很意外吗？这还要多亏了千面噬魂蛊带回你的血，让我能落下此阵。你每一次攻击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。要死！你这满身灵气的身体和极具天赋的灵魂，若拿来献祭，倒是不错的祭品。他怎么能进入阵法不受阻碍？看来这阵法果真只为我一人而设。王爷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只可惜您这些雕虫小技还伤不了我。借王爷一点东西相助。羽凤化形，桃木镜。这不可能！他取我心头血是为了破阵。你急着找死，
贫僧就成全你。别再负隅顽抗了。天罡为房，地煞为阴，阳气护体，阴气相冲，不如让我瞧瞧谁的道法更胜一筹。可恶！这臭丫头的灵力竟然如此强悍！饶命啊！还请仙姑和王爷饶命！饶你！京中多少人命被你害死？你受伤了，竟是金地咒。你知道？自然，施咒者界定范围，一旦被下咒，出了区域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重伤，道司必须马上拔除。这道符只能缓解部分痛楚，你且忍忍。你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为何还要出来？方才若非本王，你如何破阵？何况你给本王的丹药确有奇效，这咒术发作也不怎么痛。你把丹药吃了？你说的精疲力竭不能控时就可服用。你全吃了？这是给你用来压制体内黑气救急的，不是让你当药吃的。那我吃了会如何？这药是我炼来保命的，你该庆幸你命格异常，否则换了寻常人早就爆体而亡了。仙姑，仙姑，我能解开王爷的金地咒。我知道此咒一旦发作，会让人双腿犹如荆棘丛生，痛不可忍。这不是废话，偷听我们讲话是吧？不，只因下咒之术出自贫僧的师门，贫僧知道此术需咒包才能解，还知道咒包藏在哪里。哼，你会有这么好心？当然，我愿意如数告知，只是有一事相求。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。暂时求王爷和仙姑饶我一命了，此后贫僧一定洗心革面，再不用邪术。本王平生最恨危险。公主居然亲自冒险前来搭救，果真贫僧命不该绝啊！要不是担心你出卖本公主，本公主才懒得。不好，他们追上来了！我知道他会逃去哪里。你和他不是一伙的。我好心搭救，他却拿我当挡箭牌，我又何必遮掩？好一出狗咬狗啊！皇叔，我知道咒包在哪儿。那你不妨说说看。所有的秘密都在那儿。这是哪里？皇陵。若是扛不住，不如你先回去，一切有我。若再有意外，也许我的血还能派上用场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他练了这么久，修复都没有进展，到了这怎么突然？我们先去找咒包，借了皇叔身上的咒术，再抓那妖僧。他能感应出咒包所在地。哼，你这侄女倒是挺关心你的。你看那，哼，装神弄鬼。你做什么？你腿受伤了，我总不能直接把你往下按吧？这里怎么多出了这么多壁画？我之前从未见过。小心，他们似乎被操控了。季小姐，救命啊！哎，本来想省着点用的。就在这里。怎么了？这是母妃的灵气。你找死！胆敢冒犯本王的母妃！皇叔，我没开玩笑，咒包确实就在里面，
这里是你唯一想踏入爱与咒术无法涉足之地。身中禁地咒，连京城都出不了，连母亲也击败不了。我只开关不进，若寻不到咒包，可以随时杀了我。起开，我来。哎，人呢？谢云熙，你找死！怪了，居然连个魂都没有。药都被你吃完了，只能暂时靠这个暂缓疼痛了。若没有你，只怕我很难活着回去了。放心，我的炉子感应到咒包就在这儿，只要找到它，就能帮你解禁制。炉子当真是神器，等它完全修复好，岂不是更神通广大？那当然，我的炉子可是天下第一炼丹炉。这是什么符文？居然还含有灵力！你感应到了混元珠的气息？这是东岐纹，你认识？这上面还有你的气息呢。这是母妃的遗物。上面写了什么？赤水之畔，归魂令。赤水之畔，那不是东岐地界吗？难不成混元珠在东岐？怪不得偶尔能听见母亲说东岐话，难不成她是东岐人？混仙符已封死退路，藏头露尾的鼠辈还不现身？这是干嘛？林瑶不是和这些妖僧一伙的吗？王爷，求求我！当日在离石寺，我只是被妖人控制了心神，你们救救我吧！我想两位也不是滥杀无辜之人，否则也不会对贫僧紧追不舍了。若为了抓贫僧而误伤旁人，想来二位也是不愿的。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我看这位誉王殿下就很是危险。杀了你们！杀了你们！难道他跟我四哥一样被人控制？收了困仙符，待贫僧离开此处，自然会放了他。哼，只怕你还杀不了他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位林姑娘脖颈处的纹路是东岐人才会有的印记，若不是附身于她的东岐人还未离开，便是她本人就是东岐人。不是，我现在没被控制，我是真的林瑶啊！真假与否，一试便知。喏，这不就试出来了？王爷多年来为敌国谋兵布阵，却被处处限制。如今已知晓真相，何不随我回东岐？哦，什么真相？我也是进入此间陵寝才知，你母亲黎妃乃为东岐人士，你何该为我东岐效力才是？妖言惑众！哼，乖。我就知道，一个臭丫头哪来那么大本事拦我？我还没见过哪个邪修敢碰我的符纸，你是第一个。臭丫头，你非要置我于死地吗？不然呢？既然你不肯给我活路，那就让我们同归于尽吧！不好，他要出动陵寝的自毁机关。来不及了，要是你不打开门，我们就一起死在这里吧！你没事吧？我无碍。你们还在磨蹭什么？还不快点把石门上的符纸撕下来！这个皇陵马上就要塌了，还不是听我的？
只有你死了，我与邪修合作之时才不会泄露。这妖僧就这么死了？皇叔，我被藏身在陵寝之内的玄都抓了起来，刚刚趁他们不留意才逃了出来。是吗？那在林中你为何要救他？我那是被他控制了，你们不也瞧见了吗？他拿我当人肉盾牌呢。我好歹也是一国公主，怎会与妖人为伍？如今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等先出去，你们再审问我也不迟。皇叔，还没有找到咒包吗？侄女只是担心您，如果是因为侄女带错了路，害了您，那我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那你就去死吧！你也修习的邪术？一派胡言！皇叔，都是那个玄都把邪术留在我身体里，你快救救我吧！你早就与玄都勾结了，为了不泄露，你才会对玄都又救又杀。只是你应该不知，玄都其实根本没死。孽畜，还往哪里逃？他怎么了？居然是共生噬魂咒，从未听闻。此咒术平时不会发作，唯有下咒之人死去，被下咒者就会以生命为代价，化为怪物，吞噬百条灵魂，以复活下咒之人。那他怎么敢杀玄都？只怕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被下了邪咒。啊！整座皇陵马上就要塌了，你先出去。一起走。我不会有事的，这个怪物绝对不能让他跑出去，否则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。还不快带他走！他要是不走，万一受伤，怨煞之气爆发，可比这怪物难控制多了。今日便用此业火将你封在此处。他死了！你还活着？我哪那么容易死啊？喏，我还找到你的咒包，你的金滴咒可以解了。哎呀，我的宝贝炉子怎么又烧？你哭了？哎，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没事了。潜伏数年，终于找到破解圣物的血脉，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王。天清地明，阴阳分清，3台护体，6甲守阵，金符自解，枷锁离身。金滴咒已解，此番大恩，王爷该如何谢我？主子，金甲卫来了。陛下口谕，凡今日涉皇陵者，即刻押送入宫。誉王殿下，祭无小姐，请吧。你就是妓院找回来的那个女儿？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毁坏皇陵！陛下，我是为协助誉王抓捕妖僧才闯入皇陵，妖僧负隅顽抗，想和我们同归于尽，这才引发皇陵坍塌。京中传闻季家小姐精通玄门之术，如此看来，传言不虚。略懂皮毛。皮毛能抓妖僧破邪术，还能让从不出京的誉王破例，
你这皮毛未免太深了些，不如你也看看朕的面相，可有责备百年之福？陛下帝王之貌，四周生气，五彩皆为龙虎之状，真龙云气自不可与凡人相比。不好了，陛下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金甲未来报，在皇陵中发现公主的遗体。袁家也在皇陵中，你为何不说？皇兄，袁家是不必维护。什么玄门仙姑？我看她就是个妖女。来人，将此妖女拿下！皇帝，你要抗旨吗？皇兄言重了，只是无凭无据就要拿人，太过轻率了。别急，都是些凡人而已。陛下，东宫急报，太子殿下吐血昏迷，气息将绝。什么？昨日太医不还说情况好转吗？皇兄不如让他一试。季娇娇，若不能救回太子，朕便将你和妓院一同治罪。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散魂符，将此符散布在屋内四角，长居于此之人，魂魄会逐渐分散，甚至脱离肉体。何人竟敢在宫中施此邪术？如何？太子殿下并非患病，也不是普通邪祟侵扰，他是被人以邪术生生抽走了三魂中的人魂。那你可能救他？自然。啊！此丹药可暂稳固太子殿下剩余二魂七魄，抵御晦气侵蚀。此物要先拿去太医院验过，才能给太子服用。皇兄，若真等太医院验完，只怕太子已经没气了。救活太子，朕准你戴罪立功。我需要去寻太子人魂。朕派金甲卫随你。不必，人魂脆弱，受不得太多阳刚血气惊扰，寻常人去了只会将其惊散。仔细点儿，别烧到人家。哼！谁？这是与皇宫地脉阴气相连的邪阵。别急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魂息归来，魂息安止，三魂七魄各归其位。射！太子已无性命之忧。好，妓院当真是有个好女儿。要不是为了侯府，谢烨哪儿去了？景泽，你可算醒了。娇娇娘子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娇娇，你为何要推开我？你未经允许偷袭我，我还不能推了。怎么几个时辰不见，小道姑就要成太子妃了吗？太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曾想十二对本王竟如此思念。怎么，报够了？你个坏人，你让开！都是你抢了我的娇娇！
这是什么？就是这根针封住了太子殿下的神识，才会让他如刚才一般神志不清。蛾子能靠气息找到那边针的主人。这是三皇子的轻功。三皇子，他进来可有特殊之处吗？三皇子为聂妃所出，自小痴傻，心智不全。不过方才路上碰见，倒是瞧见他言辞间正常了许多。这就对了，只怕是有人将三皇子和太子神识进行调换，抽取太子人魂，亦不过是就此蒙混过去。只可惜遇到了我。果然是调准神魂的阵法。没想到还有人敢把邪阵设在宫中，如此泰然自若，你能破阵？不能，这不是有小仙姑在吗？薛夫人，她是薛夫人的姐姐，三皇子的生母宁妃。谁人竟敢擅闯我皇儿寝宫？原来是誉王殿下。誉王与婉儿素日并不亲厚，怎得今日突然造访？若不来，怎会见识到念妃娘娘还有这等本事？不论你们察觉了什么，只要不妨碍本宫，本宫便不会伤你。何为妨碍？你们也知我儿子又痴傻，受尽苦楚，本宫也只是想让他成为一个正常人。念妃娘娘布阵的手法，倒是让本王想起一个人。哦，什么人？一个被我杀身灭魂的妖僧。念妃娘娘深居简出，自然不可能和妖僧勾结。此邪阵只怕是袁家教的。袁家教我这些，也只是可怜我苦命的皇儿。我倒是不信他会有仁慈之心。你们居然能破我的阵法，皇儿真的相信。等我将太子神识取回，自不会扰他。一介官宦女儿，怎敢冒犯皇子？那若是本王呢？你们杀害袁家之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若退去，本宫也可对袁家之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笑，谢元熙勾结妖僧，残害数条人命，天理难容，死有余辜。你放肆！好你个季娇娇，果然是你杀了袁家！陛下，此女擅闯我皇儿寝宫，说是皇儿害了太子，这实在冤枉啊！知道我的皇儿竟然当面施展妖术谋害皇子！陛下，你可千万不能饶了他！皇兄，你不必求情。此妖女为逃罪责，假扮道士，将朕的太子治得疯疯癫癫，朕实难容他。来人，将他拿下，打入大牢！昏君，谁敢动手？谢言，你要为了妖女抗旨吗？人家说过，我已沾染邪术，不能碰皇府。你放肆！还等什么？你怎么？滚开！呀！上次我没看错，不能让他们发现。反了！反了！反了！谢眼如此助你，你这妖女还要害他？拿下这个妖女，快！
你再敢动手，我就毁了法令！如果你不想他死的话，就试试。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居然会有金童？还有那个银铃，我分明没有在上面感知到一丝邪气，为何会让他失控，溯本归元？窥天问命，开！娇娇，我的娇娇，娇娇，你终于醒了。娇娇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吓死爹爹了。虽然窥天问命受点反噬很正常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问出来。喂，这么久。娇娇，你怎会犯下擅闯宫闱、冒犯皇子公主的罪过？是啊，若非太子亲自送你回来，我们还不知你被下了大狱。太子殿下送我回来的？对啊，这也是他送还的，说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看来太子恢复正常了。哦，娇娇，何时与太子殿下如此亲厚，让他不仅请陛下免了你的罪责，还什么？太子向陛下求了道圣旨，将你赐婚于太子殿下，3日后完婚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太子不是好了吗？是啊，你救了太子殿下，他知恩图报，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救你。爹，谢燕呢？他怎么样了？誉王殿下这几日未曾露面，说是旧疾复发。这不可能！难道念妃还没放过他？怎么会这样？很震撼，是不是？看他现在这副失了神智的样子，你很心疼吗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敢当着我的面这样伤人。我想你也不希望他受伤吧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为了太子，害得我皇儿又成了痴傻的模样，还问我想要什么？以邪兽魂转到三皇子身上，他自己也会灭出受损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与太子并无情谊，与三皇子更无仇怨，何必会为他去害三皇子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听闻太子殿下醒来后便一直对你念念不忘，大婚之夜以便用此簪除了他。你要我杀太子？只有他死了，我儿子才有希望。他若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放心，用这簪子会让他死得神不知鬼不觉，没人会怀疑你。你若不照做，我就让所有人来看看我们大圣的欲望究竟是何等。行，不过事后你还不能放过谢烨，我定不会饶你。你放心，我一直都想和姬小姐成为盟友的。等我。若不算上本宫神志不清那次，今日应当是你我初次见面。太子殿下记忆清醒，为何要娶我？想不到吧？你们杀了袁家和玄度，他们留下的法器却还能用，治的便是你这非人非妖的怪物。宁妃，本王素日与你无冤无仇。无冤无仇？当初若非你生母离妃，我儿怎会如此痴傻？你还敢带着那个臭丫头来坏我好事？三皇子不是天生就……胡说八道，这都是掩人耳目的借口。离妃为了逃出封印，误伤了我儿的灵根。
什么封印？看在你快死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吧，你母亲根本不是人，她也没死，不过是被特殊术法封印了。虽然杀不了她，但是有了这个法器，我还是能除掉你这孽种的。等那个臭丫头除了太子，替我皇儿铺路，我再杀了她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应该死吗？你不是有封印吗？怎么会？若说本宫对你一见钟情了呢？殿下没说实话。好吧，是因为你长得像本宫之前的爱人，不过他早已过世了。你是本宫的救命恩人，父皇又不肯轻易松口，本宫只能用此法求他饶你。哦，那太子可知我为何会答应？父皇下旨，你还敢抗旨不成？要做什么？念妃以谢念性命相邀，让我以此簪新婚之夜杀了你。那你告诉本宫是想做什么？我要太子配合我，假死2日，待我救出谢砚，除掉念妃，你再……乾坤借法，诛邪破煞，射！太多，不能应和。快走！谢砚，这是皇叔。